绿林深处现奇童，悠悠迷雾藏一踪。古村传说今犹在，岁月流转梦回中。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1150年的英格兰，一个平静的秋收季节，乌尔皮特村的农民们却遇到了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景象：两个浑身散发着诡异绿色光泽的孩子，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麦田里。这不是童话，不是神话，而是真实发生在中世纪的离奇事件。这对孩子说着从未有人听过的语言，拒绝一切正常食物，只肯生吃豆子。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当女孩最终学会英语后，她描述的家乡竟是一个永远没有阳光的黑暗国度。这不仅仅是一个奇异的故事，它是跨越时空，不断震撼人心的神秘故事的开端。难以置信的现象与现实交融，幻想侵蚀现实的瞬间，无人能预料的异界相遇，现在就在这里拉开帷幕。在近900年前的英格兰，一个平静的秋日让乌尔皮特村的村民们永远记住了这不寻常的一天。那是1150年左右，金色的阳光洒在收获的麦田上，农民们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眼前的景象温馨而熟悉。村民们忙碌地采摘着成熟的果实，空气中弥漫着秋收的气息。然而，命运却在这个普通的日子里准备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转折。当村民们像往常一样检查捕狼陷阱时，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们瞬间惊呆了。两个浑身散发着异域气息的孩子静静地站在那里。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两个孩子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绿色，仿佛是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精灵。他们身上穿着的衣物也让村民们感到困惑不已。那些服饰的款式和材质都是前所未见的，与当地任何民族的传统服装都截然不同。更令人费解的是，当这两个神秘的孩子开口说话时，发出的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那声音既不像本地方言，也不是任何已知的外邦语言，而是一种闻所未闻的神秘话语。面对这超现实的一幕，乌尔皮特村的农民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们不禁怀疑自己是否身处梦境，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太过离奇，完全超出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个平凡的收获季节，就这样在所有人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团。这个不可思议的发现很快在乌尔皮特村引起轩然大波，村民们纷纷议论着这两个神秘的绿色孩子。这则消息最终传到了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贵族理查德·德卡伦爵士的耳中。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贵族，他虽然对此感到震惊，却并未像其他人那样陷入恐慌或排斥。相反，他以超乎寻常的冷静与智慧，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决定，亲自收养这两个来历不明的异界孩童。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收养决定，实际上为理查德爵士带来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挑战。最令人困扰的就是孩子们的饮食问题。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面包、肉类和时令蔬菜是人们的主要食物，但这两个孩子却对这些普通食物表现出强烈的排斥。不论爵士的仆人们如何劝说，甚至是在饥饿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固执地拒绝进食任何当地的日常食物。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对神秘的兄妹唯一愿意接受的食物竟然是生豆子。他们不仅吃生豆子，还会连同豆荚和茎秆一起啃食。这种原始而野性的进食方式，在当时的英格兰简直闻所未闻。这一奇特的饮食习惯，更加深化了人们对他们来自异界的猜测。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境况，理查德爵士和他的随从们既感到不安，又充满好奇。他们像现代科学家一般，时刻关注着这对孩子的一举一动，细心记录着他们的特殊之处。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收养，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神秘探索。每一天，他们都在试图揭开这对绿色孩童身上的重重谜团，同时也在尽最大努力照顾好这两个特殊的孩子。在理查德爵士的悉心照料下，
这对神秘的绿色孩童逐渐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变化。最初的转变出现在他们的饮食习惯上，那些曾经被他们坚决拒绝的普通食物，如面包和牛奶，开始渐渐被他们接受。这个转变来得缓慢而微妙，就像一个异世界的生命正在努力适应这个陌生的世界，试图在此扎根生存。然而，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他们的外表上，那层不寻常的绿色皮肤，这个让他们显得如此特别的标志，开始随着时日慢慢褪去，仿佛这个世界的空气、阳光和食物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他们的本质，抹去他们身上来自异界的印记。这种肤色的转变让整个乌尔皮特村的居民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议论纷纷，猜测着这背后蕴含的奥秘。但命运却在此时展现出它无情的一面。2个孩子中的男孩突然染上重病，病情来势汹汹。尽管理查德爵士竭尽全力，请来了当时最好的医生，使用了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法，但最终仍无法挽回男孩的生命。他的离去给这个神秘故事蒙上了一层悲伤的色彩，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常。而女孩则仿佛受到了命运的眷顾，不仅顽强地活了下来，更开始展现出惊人的学习能力。她很快掌握了英语，能够与周围的人流畅交流。然而，当她终于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那些话语却让听众感到毛骨悚然。她描述的故乡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离奇。这些令人震惊的叙述不仅没有解开谜团，反而为这个已经足够神秘的故事增添了更多扑朔迷离的色彩。当这位神秘的绿色女孩终于能够流利地用英语交流时，她讲述的故事让所有听众都陷入了震惊。她告诉人们，她和弟弟来自一个叫做圣马丁之国的地方，而这个国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实认知的巨大挑战。根据她的描述，圣马丁之国是一个超越常理的奇异世界，在那里永远没有耀眼的阳光，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种永恒的微光之中，没有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只有永不改变的昏暗。这种描述让人联想到童话故事中的魔幻国度，但从女孩叙述的细节和语气来看，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真实的力量，让人难以简单地将其归类为虚构的想象。更令人惊奇的是关于他们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经历。那是一个平常的放牧日子，姐弟俩正在照看着羊群，突然间，一阵如同雷鸣般的声响打破了宁静。这声音不同于普通的雷声，更像是某种巨大的钟声，神秘而充满诱惑力。这不寻常的声响勾起了孩子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循着声音的方向探索。在追寻声音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深邃的洞穴。当他们鼓起勇气穿过这个漆黑的通道时，一道强烈的光疤突然将他们吞没。等到他们再次恢复视觉时，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改变。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乌尔皮特村广阔的麦田中，周围是从未见过的景色和陌生的面孔。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在乌尔皮特村引起了轩然大波。村民们听完女孩的叙述后，内心充满了矛盾的情绪。这个故事太过离奇，却又有着难以否认的真实感。它动摇了人们对现实的基本认知，让他们不得不思考，在这个看似熟悉的世界之外，是否真的存在着我们无法理解的神秘维度。穿越近900年的时光，乌尔皮特绿色孩童的故事始终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谜团。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件吸引了无数历史学家、民俗学者和普通大众的关注，每个人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揭开这个谜题的面纱。最具历史考据性的解释来自当时的社会背景。12世纪的英格兰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弗兰德尔移民潮，有学者推测，这对孩子可能是移民的后裔，在陌生的英格兰乡村迷失了方向。然而，这个说法虽然合理，却无法解释他们异常的肤色和神秘的语言。从医学角度，有人提出了营养缺乏导致皮肤变色的假说，某些维生素或矿物质的严重缺乏确实可能引起皮肤异常，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饮食改善，
他们的肤色逐渐恢复正常。但这个理论仍然无法解释其他诸多离奇之处，特别是那个神秘的圣马丁之国。更具想象力的解释则将目光投向了地球内部。有人大胆假设，在我们脚下可能存在着一个未知的文明，这对绿色孩童正是从那个世界意外迷失到地表的。这个假说与许多古老文明中关于地下世界的传说不谋而合，为这个谜团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当然，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声音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经过夸大的中世纪民间故事。在那个充满想象力的年代，真实事件很可能在口耳相传中被添加了神奇的元素，最终演变成了这个离奇的传说。然而，正是这种难以解释的神秘感，让伍尔皮特绿色孩童的故事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不断被改编成小说、音乐、电影等各种艺术形式，激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或许正是这些未解之谜，才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财富。它们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总是存在着超出我们认知的未知领域。